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胜肽泡蛋洗护冠名播出。启富 HMO 全球前沿 HMO 科技，简洁母源自护理。本节目由启富 HMO 赞助播出。浪漫自有归途，天猫陪你奔赴。本节目由你的心动好物推荐官天猫赞助播出。小屋第一次大约会马上就要正式开启了，我不敢看你，哪里不敢看？眼睛不敢。柳柳真的很会制造恋爱的氛围。哦，完全是靠你带，厉害吗？快来夸我！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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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再骑2局摩托。骑个真摩托吧。不会驾照。我会。哦，来了！哇哦！虽然我之前对单骑有了一些了解，但今天还是有些震撼。这眼球感觉已经脱离了，脱光了。看完以后，我就觉得柳柳的形象更立体了一些吧。我会更了解的。哦，别害怕。戛纳电影节颁奖来了新的女生吗？是谁？没看清楚那谁。哇！这里正在进行的是由腾讯视频自制的轻熟龄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半熟恋人》第5季。大家好，我是纯叶。我们首先要热烈欢迎观察室所有的小伙伴们，让我们欢迎沈一菲老师。大家好，我是沈一菲。大家好，我是 Shelly。大家好，我是夏之光。同时，我们的观察室也重磅地迎来了2位全新的观察员，和我们一起解锁我们今天的小屋心愿。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敢爱敢拼的奥运冠军徐梦桃，欢迎桃子。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徐梦桃。还有我们的快乐梗王。恋爱细节捕手，一眼看穿修罗场的智胜，欢迎智胜。谬赞谬赞。智胜刚刚说那个第一次录过很多恋综，但是什么？我以前在桃花坞现场录过恋综，然后有在一个办公大楼里录过恋综，第一次在演播厅里录恋综。哎，我跟你讲，你太值得来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半熟啊，就是我们不是有面试女嘉宾嘛？你先盲猜一下，在理想型当中，你感觉你能排在我们大数据的第几位？前10吗？哎呀，心里的怎么说呢？现在心里的数字不敢说出来。我觉得在第10名左右，在我心中的话也要排前10。第10名，好。其实徐老师，我感觉首先是那个特别靠谱的，最重要的呢是跟我老公他有一个共同点。您说说。你应该是这个材料学吧？哎，对。辛迪也是材料学的，哇，所以这个就非常加分。其实，在我心中已经排名前5了，就这3点，姓徐，然后男性，材料学啊，更递进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了。来，沈老师，咱俩换一下位。今天非必要，我们不擦出这种那个摩擦的火花啊。10进10，10进5，我觉得他一定是排前3。光光。赶紧说说我心中那个数字，我觉得就是排第1，绝对就排第1。其实很多男生都觉得女生喜欢高富帅，你们真的错大了。女生的第1名条件一定是幽默。对，幽默是的。那如果又幽默又高富帅呢？哇塞，哇塞，那不就排我前面了吗？哎，这个节目我录到这儿可以了，够了吧？够了，又拿个名次回去了。我们的统计智胜确实是第3名，排在他前面的2位是王安宇，哇塞，张凌赫，哇，实至名归，实至名归。我是说张凌赫实至名归，就显得我好像把前2名的档次都有点拉下来了。
显得你背景很硬。对，显得咱们这个比赛一下子不正规了。不会，女生真的太喜欢有幽默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卓然、幼玲、小文和 BK 也都不错，也都不错。狂上了，已经一个开场已经狂上了。刚刚桃子有说辛迪有那么几个地方是跟智胜一样的，但在我们心中，你们这对 CP 应该是排第一的，因为2个人都是冠军，非常的强。就这种双强 CP 的关系当中，最棒的一点，你感受最好的一点是什么？最棒的一点可能是共同登上领奖台的时候那一刻吧。啊，好棒哦！这种感受很难复制。对，就只有你们专属的多巴胺。对，是的。哎，作为看过这么一个热血沸腾这样的时刻，你再转回来看我们《半熟恋人5》，他们目前的这个几对嘉宾相处的情况，有哪一个让你觉得就是非常热血，或者让你非常投入的吗？从我的内心来讲的话，我比较喜欢那个卓然，卓然和丹琪。我也是。从他来到这儿以后呢，我感觉目标就比较明确了，然后没有太多的摇摆，丹琪就很纯粹了，就是会有一个互动和反馈的过程。对。哎，我其实对那个塔印象比较深刻。对，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在那个樱花园里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单纯、非常善良，然后你喜欢的类型。你喜欢这种类型啊？我不是，我喜欢那种每一个女嘉宾。所以说我挺希望他在后边的过程中能够碰到一个能够跟他一块儿懂他的男孩，对，懂他的那个男孩，懂他的男孩。目前有一些故事交集的应该是 BK， 好像有那么一点微微苗头，但不多。对，所以现在大家觉得呢 ？BK 和那个幼玲，然后还有柳柳这一组当中，大家有什么期待？我期待就是赶快明确一点，因为如果我自己陷入双角恋，我一定很痛苦。总之，他们的这个关系线还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种的可能，而且最关键的是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位新女生的加入，而且她的职业也非常的带有光环。她的加入会给小屋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节目。哎呦，来喽！这是什么环节？Beauté et le danger de l'Opi Murmure. La Palme d'Or du court-métrage est attribuée au magnifique The Water Murmurs. 哦，女嘉宾来了！1、2、3，上去！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活在梦里的人，但一个人做梦太无聊了，所以想拍电影，这样就可以跟很多爱做梦的人一起去创造更多的世界。我想去另一个人的梦里看一看，或者邀请他来我的梦里，然后看看这个世界会不会因此而变得不一样。哇，太期待了！很强，太厉害了！哇，终于来了！哇，他来了！你来现场吗？哇 ！Hello， 你们好。哇，好美啊！真的很漂亮。对，都是大美人儿。欢迎欢迎。Hello。第一眼我看到他，我感觉应该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挺厉害的，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大家好。你好。你们看得到他吗？我的导演。大家好。我觉得她非常知性、非常自信的一个女孩。她一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哦，就很惊艳，比她在小片里面的还要惊艳很多。我坐这儿方便吗？可以，方便的，谢谢。往里点，往里点。让他坐中间。不用，我坐这儿挺好的。咱是不是得再加一把椅子呀？
你冷不冷呀？还好，谢谢，还好。哎，谢谢，麻烦你了。怎么称呼你？就叫我 Story 故事。Story， 对，很有意境的名字。谢谢。我是柳柳，杨柳的柳，然后我叫许绿杨，就可以叫我柳柳。柳柳，对，我是贾佩轩，可以叫我佩轩。佩轩，我叫陆炳坤，叫我炳坤或者 BK 都可以。炳坤，好的，叫我塔塔就可以了。我叫王毅，王毅塔塔。我跟你一样姓陈，我叫丹琪，叫我丹琪就可以了。丹琪。我叫卓然，卓越的卓，自然的然，叫我卓然就可以。叫周幼龄，然后就叫我幼龄就可以了。好的，幼龄。好。我叫肖文涛，叫文涛就好。好的，文涛。好的。所以你们在这里多久了？1个月了已经。他很无聊哎。我们过完年就过来了。第3天了。第3天，已经第3天了。很不会骗新人。所以你是导演吗？对，是。我在学导演呢。你在学导演吗？所以我很想未来。我刚才有听到有一个是广告公司，是吗？对。哦，你好。同行。你好，同行。文涛可能会感兴趣一点。对他俩职业行业上比较接近。你有吃东西吗？要不要再烤？没事。我作为一个东北人，还是挺会烤串的。对，东北哪儿的？哈尔滨的。哦，我是吉林的，对。哦。哎呀。你日常 base 在哪？我在北京。啊，你也 base 在北京？对。哦，他也在。我在北京。他在 base。哦，你在北京。哦，遇到对手了。我和 BK 我们俩也是平时生活在北京。哎呀，太酷了！终于有3个北京。是啊，真的。那我们可以回北京玩。现在就要回北京玩了，是吗？终于来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女孩，我没想到职业是导演。新来的嘉宾性格还挺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是我感觉这也是考验他能力的时候，因为人家现在关系线都有点连接上了，他等于后来了2天。搅局。对。我们现在开始玩游戏吧，大家1男1女，1男1女这样隔开坐好不好 ？OK， 没问题。1男1女隔开坐。玩游戏是信息量最大的时候。把小文弄到新来的女嘉宾旁边去。对，北京的坐交流。男生先入座，然后女生再选吧。对，我们3个都隔。对，就这样 OK。女生让新来的先选好不好？好，那我坐在。新来的怎么选？中间京沪专线。京沪专线。那我坐，那我就往这边坐一坐。哦。你可以选择 C 位。那我就坐这儿吧。哦，他坐在了卓然和小文。谢谢。可以了。好的。哦，这个眼神。下一个谁选？不好选的话就黑白配这样子来。怎么他们还有黑白配的环节？就我们这几天一直在玩游戏，各种游戏就全上了就。你今天刚到吗？对。所以我刚刚看你是什么？你是电影制作人啊？电影导演。导演哦。对，特别厉害。黑白配。不一样，黑白配。啊，你选。选我的老位置。佩轩还是找小文？对，很明确。黑白配，没选。我坐哪儿？熟悉一点。我来了。
哦，来丹琪也很了明确，我来了。哎呀，我们两个其实没换。对，还行。可以哎，我真的很喜欢卓然，他很真诚。哪个选吧？我坐这儿吧。那我就坐这儿。算是都有找到自己想找的人。那我们开始游戏吧。我现在正好是队伍右手边的第一个人，然后我会用咬耳朵悄悄话的方式。好，那从我先开始吧。我想问，他们两个确实很会咬耳朵。好。你没听到吗？太难了。哦，太难了，他听到了。有审美，爱笑，大方。你不要看我，我觉得你在夸我。你怎么就给自己对号入座了？想太多了吧？所以是有审美、爱笑、大方。OK， 你抽。觉得谁对谁的好感最明显？觉得谁对哦？游戏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推进的时刻，而且这游戏还就是他抽到这个问题。董卓然对陈丹琪的好感挺明显的。董卓然对陈丹琪的好感挺明显的。直击我的心脏！直接来。董卓然对陈丹琪的好感挺明显的。什么？什么？什么？你把问题说出来了，你想说两个名字？主要是他直接把问题说出来了，其实说两个名字就行了。姐喜欢你。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还挺惊讶、挺惊奇的嘛。我觉得至少他是明白了我对他这个好感的一个倾向嘛。你看那卓然也不否认，直接来，直接接。天哪！想找个地洞，就是钻进去，太糗了，太糗了。没事，没事，我喜欢，我喜欢。靠谱，有责任心，会照顾人。他刚刚说什么？谁呢？哎，不对啊，不对。哦，是应该你跟卓然说。他应该把那个问题问我。问题回答了。他这个时候脑子已经有点宕机了。哎呀，你太可爱了。我觉得丹琪在生活方面挺有反差的，有的时候也会手忙脚乱呀，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些钝感吧，我觉得挺可爱的。我不想这什么都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你对我的感觉。这轮游戏是为他俩单开
开了一轮。对啊，而且还是抽的。形容，你别念出来。我好想知道哦。哇，好期待这个形容词啊！这个要害羞了。有命定感，有命定感。有命定感，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受不了了。哦。我觉得我跟他这两。嘉宾给撬动，有可能，我瞎说。撬动，谁去撬？我瞎说啊，这个词儿用的很巧妙，撬动。OK。现在最感兴趣的2位异性是？哦，这个怎么那么会抽啊？我新来的，这怎么说呢？文涛。啊。文涛，文涛还有一个对。周先生。啊。周先生。啊，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精彩。哦，什么问题？又在往这边看，发现没？他眼神是往这边。什么？幼龄，幼龄，啊？你认为谁最擅长撩拨人？哦，那为啥呀？因为他很能聊啊。你现在最感兴趣的2名异性是谁？还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除了文涛以外，我真不知道他对谁还有。肖文涛、陆炳坤，肖文涛、陆炳坤。哦，BK。其实回答完之后我就很后悔，我都甚至于来不及去思考，我说完之后他听到是什么反应。我觉得我应该说个不相干的来搅乱一下大家的这个想法。你真的是，
好烦呐！哦，他是故意的。我觉得大家已经暗流涌动很久了。暗流涌动。我在试图从只言片语当中拼凑出一些大家之前的故事。要快速的融入，可以的。回答完了。哦，我刚才是不是忘了还？没事，我们第一天到这儿也特别迷茫。我们第一天到这儿，大家都特别拘谨，所以你可能明天你就会好很多。好嘞。对。太小声，我听不见。太小声。你往后一点，你往后一点。惹人怜爱。柳柳，塔塔，柳柳，柳柳是柳柳了，毕竟他还戴着手链呢。周玲，我什么意思？你大点声，要大声回答。柳柳，柳柳。小声的说啥？啊？你觉得小屋里最自信的人是谁？幼龄。幼龄。哦，幼龄。幼龄，我觉得他是在4个男生当中最松弛的一个人。往往最松弛的人，他是一个最自信的人。好了，那就回到柳柳那边了。你这一脸坏笑。印象最深刻的3件事，看看这3件事和谁有关？印象最深刻的3件事。你要不要再念大声一点？啊。手链。手链，但是他没说谁的手链，一语双关。热的外卖，外卖是幼龄的，对吧？对。然后在游戏室。游戏室是谁啊？都在啊。哇，你们好丰富啊，每一天。不是很多人说的东西，其他人也不一定能听得懂。one on one 的那种故事。对。手串应该就是我送的嘛。给女生的。感谢。然后热的外卖是不是就是今天他生病以后我送的热的茶？太感谢了。游戏室我不太确定，不知道。游戏室是 Big。我觉得手链应该说的是我。行。正合适。喜欢。热的外卖就是我们昨天从市区回来的时候点外卖，大家吃得很开心。哦 ，BK 也有外卖。BK 也有外卖。游戏室我是真的我没有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哦，2个人都自己那边，这个是我吗？这个是我，真的觉得很精彩。游戏室是谁呀？我绝对说的是手链，不是手串儿。和 BK 一起做的那个手链。这样就好，收藏好。会的，一定会的。很好。应该算是收到小屋朋友送的第1个礼物，所以我觉得他还让我挺印象深刻的。热的外卖是今天幼龄给我点的热的外卖，真的让我特别感动，我就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游戏室是第1个晚上，我们大家在游戏室玩破冰游戏的那一天，就是记得大家问了一些敏感问题，然后就让我还觉得挺对。都在游戏室，都在人，这人家有细节，那个叫手串儿，手链和手串儿。哇塞哇塞哇塞！
那我们就结束吧。等一下，啊，请说。啊？然后我今天有一个约会的权利。特权约会。然后我可以请一个人跟我一起吗？他会想邀谁啊？文涛的可能性很大哎。可以的，你可以，需要我们回避一下。回避一下，不需要的。不用了，我觉得我已经选好了。啊，那你可以直接说，就文涛吧。你看，文涛，因为文涛给了他很多支持。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抓紧吧，抓紧！哎呀，好期待！走吧，我开车带你去约会。太棒了！那你平时就一直在北京生活？对，我在北京已经7、8年了吧。你7、8年之前是？我在纽约上学。我在纽约待过半年多吧。什么时候？应该是18、19年的时候。哦，那我刚好不在，我是17年毕业。17年毕的业，然后回的国。对。所以你是去纽约上学吗？我去纽约学习，对。你是学音乐对吗？对，我从小学的是古典乐。我也很喜欢古典。哦，你很喜欢古典乐？我弹钢琴。你一直都在弹钢琴？我是从4岁开始弹钢琴，也是弹古典，然后后来上大学就没再弹了。但是我反而是工作之后，然后又开始很喜欢弹钢琴。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肖邦协谑曲啊，酷啊！还有拉2的前2页。拉2的前2页啊！太喜欢拉2。拉2的前2页，我练了很久很久，我只能弹得下来前2页，因为太难了。咱可以明天展示一下才艺。可以浅谈一下。哎呦，这2个有戏哦。你平时就是这些作品呢，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比较多吗？还是？就是剧情片，关于人物成长的，关于情感的比较多。哎呀，关于情感，那好啊。所以你的那个短片是获得了什么戛纳的？对，戛纳短片的金棕榈奖。所以你的 VCR 刚开始播的时候，我以为它真的是一个什么纪录片，因为刚上来没有介绍你，先是一个片段嘛。是。我说，咱这儿还有玩这么高深艺术的东西的人吗？这不高。好厉害！我今天认识了一个导演，一个电影导演。谢谢你好。下次可以来片场玩。可以。目前看还是挺落落大方的。对。来吧，欢迎光临。好看。哇，雨幕花园。哦。还满意吗？相当满意。哎呦，吃火锅了。哇，我感觉这个锅会很好吃。来，盛点汤，快喝点热的。来吧，吃饭了。谢谢。好嘞。哇，我觉得咕嘟咕嘟的声音好治愈啊，你觉不觉得？对，而且还是在室外更治愈。对呀，哇，我其实从来都没有
策划过这个吗？这么正儿八经的约会。那你怎么忽然想到的这个？就是觉得晚上的话一起吃点热乎的东西还挺舒服的。而且我在想说，如果有一个可以看到星星，真的有星星，你看那儿，是星星吧？哎，是啊。哇，还真有一颗星星哎！就星空下咕嘟咕嘟的感觉，我觉得还挺舒服的。这氛围非常棒。所以你是去年刚回国？对，我去年6月份刚回国。你去那边也是学音乐？我那边在那边读的硕士和博士都是音乐。博士音乐？等会儿你是音乐博士，这么酷的吗？对。所以你是真的很热爱小号这件事情？我现在是，我以前我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要不要再学这个东西了。为什么？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压力特别大。我之前有很严重的舞台焦虑，我之前严重到，我上台前1周吧，我几乎就是无法入睡。哈？一抬头我就会想到我要上台的那个紧张的那个状态，所以而且我上了台我真的会紧张到浑身发抖。我有几次就是我真的抖到那种我低头看我的裤子都是在抖。我那时候舞台焦虑特别严重。我大概能理解，这应该是很要求完美的人吧？我特别理解。我现在每一次开机前一天晚上我都会紧张的。你紧张是因为就是你怕搞砸这个事儿吗？就是方方面面的吧。就是我拍了这么多年戏，每一次要开机之前，我觉得就像你说，他紧张像一种兴奋，说明你对这个事情还有很大的热情，你还对它抱有很高的期待。我觉得当有一天如果我开机前变得很麻木了，我可能也不热爱这件事情了。非常有道理。对，没错。没错。我特别理解你说的，是这种感觉。他俩还是有一些同行之间的这种共同语言，而且这女孩的表达特别好。就包括我现在有时候去编一些曲子的时候，因为灵感这个东西不是每天都会有的。我有时候就是我能感受到我今天应该编不出来什么东西，我还从那儿在硬编，那个状态是很糟的。我懂。对，是的。我觉得你一定能理解。但你会发，后来我发现这种就是你再折磨自己，你当时就是没有灵感，你可能当下就是没有这个才华继续去改了，坐在那儿就自己折磨自己。我太理解了，因为创作就是这样。对。其实就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了。然后你走到那个死胡同里，你就还拼命想往前走。对。创作都是很珍贵和需要时间去沉淀的东西，我觉得。哦，这句话说得好哎。我拄转了一下。谢谢。我们可以下点小碗。我就觉得聊天过程很愉快。我觉得我们俩有一些方面是有一致性的，就是因为电影和音乐他们都是艺术行业的，两个人遇到一些事情的想法是一致的，你一定会感觉很好。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灵魂，然后我也能感觉到他应该在艺术的路上也好，或者在他成长的路上也好，应该是经历过很多跌宕起伏的心理上的感受吧。对，我觉得跟他聊天还蛮合拍的。但我觉得我是愿意继续去，了解接触的。我觉得他俩真的挺搭的，其实。我喜欢他们两个。哎，那你是不是需要选个室友啊？我很久很久没有跟人睡过同一个房间。但他们4个都特别 nice。我觉得轩轩蛮可爱的。佩轩。轩轩很可爱。我也觉得。你现在最感兴趣的两个异性。肖文涛、陆敏坤。因为她是那种让人很舒服的女生。我觉得他提及这女生不是盲目提，我觉得他还是知道之前的故事发生点什么蛛丝马迹。他可能想透过这个问题，想看一下她的感受。
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我跟你讲，嘴硬，嘴硬，成年人就是容易嘴硬。对，哎呀，我要来解密一下，看看刚刚有什么问题。这个人已经开始复盘了，开始看都是些什么问题。你有这么好奇吗？哇哦，那我也好奇了。等一下，我分完了告诉你。哇哦，他是不是有那个一个问题有4、5个？对，有几个问题我没有想到，比如说谁是小屋里最幼稚的人，谁抽到了？这个问题有回答吗？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回答？就是回答那个人就只要说一个人名字就行了呀。没有听到很幼稚的回答。不是呀，就是你认为你只能听到一个名字，你只要回答一个人的名字就行了呀。就是没有听到一个很幼稚的人的回。有可能是报你那个名字的。哇，这个问题，如果谁说了2个人的名字的话，基本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谁对谁的好感最明显，因为有好多这个。我现在就想拷问你。拷问谁？他有什么好拷问的？在这复盘呢，人家都敢吃微笑。对，这也很明显是吗？对啊。也是。大家现在太知道他喜欢谁了，已经。不是你就没有那个冰清一罐？哎呀，太尴尬了。够辣的。你没听到吗？谁说的？他说的。对啊。什么问题？怎么了？怎么了？没事。我真一脸懵。什么问题？讲一讲啊。不讲。这么神秘。什么啊？安琪问你的问题，你回答了3个字。啊，对，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你对我的感觉。有命定感。你这是我认为这所有问题里边，就命定之时你的最佳答案，你是最佳答案。还好吧，我觉得，因为我第一天抽的那个卡片，然后呢，对，就是命定之人，就是他是命定之人嘛，所以我觉得。那我所有人都是这个词。我澄清一下，其实我本来想说好感或者怎么样，但是觉得这个词好像，我觉得好感更直接。好感直接，但命定人比好感重。这好对，重好多。好吧。啊，我是完全就是没有往另外方面想一点点，我觉得就是锁死。啊，没有。我们就真的觉得是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但是你这么解释一下是合理的啊。对，因为我也不想说，就是说给别人太大压力，我也不想说就怎么样了，因为也就2天3天了。这个词看起来可能听起来分量比较重，命定感更多的含义可能说是说更有机缘吧，对，更有缘分，对，倒不是说命定就是一定是所谓的命中注定锁定，不是这个概念，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哦，这个解释很好哎。丹琪怎么了？命中注定的感觉，别人说的很严肃的样子，我稍微会有一点一点点小的压力。压力？头大呀！我是相信命中注定的，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应该是一件很确定性、很浪漫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主人公是我自己的话，我不那么相信，不是那么确信。也许是不够自信或者肯定吧。哇！俩人吃好回来，这也太好了吧！哇！等一下，不是这也太好了吧！而且好多花呀！对。哇！然后他们有的女生想这几天自己去插花什么的，你们可以一起搞。OK。大家人呢？哈，我是萱萱，我也会很烦的，心里乱乱的。这一段真的信息量太高，太大了。我们先慢慢的梳理一下，因为刚刚这一段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新来的女嘉宾建颖，大家觉得对她有什么感受吗？我对她的感受，首先来说，她就是能够很
强的 hold 住很多场面，整个的场面掌控的节奏也都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是现在参加恋综的门槛太高了，都要是金棕榈奖的导演。对，我们的女嘉宾都是太顶了，太顶了。真的，这个问题这么顶，他们还在找对象，还在找。哎，但是优秀和爱情之间它不成正比。我是比较鼓励女性优秀的，是因为你越优秀，你能遇到的人也会更优秀。对。但是呢，并不说你越优秀，你就能够被更多的人爱。可能是女性越优秀，就会发现配得上自己的男生越来越少。然后刚刚那个短片结束的最后一个，我觉得是大家非常想要讨论的，就是那个有命定感，我觉得很甜。对，我也觉得，我认为，其实命定感这个词语，它基于两性关系当中，它是一个感情的润滑剂，它是一个调味品。但我觉得好像双方两人就是的感受不一样，单其好像对这个词儿有太大的压力了。但是我认为就是两个人不管以后能够走多久，但是当下一定是真切的。就算以后可能是分开了，但是曾经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它也是真实的。所以不能够说我把这个命定感就看得有多么的重。但我真心觉得，我如果这个命定感的话，会有压力。我觉得这个不要想那么多因为你命定就是我现在此刻我定了你。哇，太好了，我信这个呀，因为你知道2月14对我来说就是寓意就比较深刻。我人生中第一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就我第一个世界冠军是2009年的2月14在莫斯科。然后我人生中第一个奥运会的奖牌是2014年2月14在索契，俄罗斯也是索契。我人生中第一枚奥运会冠军是2022年在北京2月14。哇塞，这也太命定了吧！对，就是感觉2月14可能就有一个冥冥中注定的这种命定感。对。只要所以什么叫命定感？这个是一个不可抗力的非自然的力量，或者说不可抗力的外界力量，跟你。但这就是恋爱的快感，就是拉扯。对，但是就看这个拉扯的程度，丹琪能不能够别扯断就行，别扯过了啊。我们适度的拉扯是可以的。然后刚刚那个文涛，文涛，对，什么？文涛怎么了？哦，没事，您继续。你有兴趣吗？这个你觉得文涛刚刚那个？我挺喜欢文涛刚刚的那个坦诚和袒露的。你说他舞台对焦虑，你自己有？我肯定有。我讲脱口秀是很容易有舞台焦虑的。以前我都是在演60人、70人的那个小舞台，然后突然之间你要去面对一个电视节目，所以说那段时间你就会变得特别的敏感。就以前你可能演70个人的剧场的时候，能笑60个人，你已经非常满意了，老开心了。但是临上节目的时候，70个人有1个不乐的，我能盯着他讲。给我笑出来！我真的就是70个人里边，你就是能在那儿他讲，有一个人小样的你不乐，你那个时候就整个人就变得贼焦虑、贼紧张，你在那个台上就会应激，一定要给你搞笑，一定要给你讲笑了。今天你不笑，大家都别出这个门。其实就要求高了，还有要求完美。我懂，我非常质量要求的高。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康熙之前是先上了《大学生了没》，那也是我第一次上节目。因为第一次你可能没有准备任何，第二次又上康熙的时候，我反而更焦虑，比第一次更焦虑。然后我就在底下一直重复的在想啊，我到底要怎么做可以讲的比上一次更好。然后那个保安大哥就看着我一直在他前面晃来晃去，楼下的保安大哥说你在干嘛？我说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好。他说你烦什么？你本来就一无所有。
哎呦，哇塞，一下子，哇塞，我够了。说完之后还一眼说回家。我瞬间觉得，对我本来就一无所有。但真的，我之前录节目的时候也是，我表现最好的那次，就是因为这一路上见到所有人都在给我加油。你整个人就是那一次是我演出最饱满的一次。光光呢？但我第一次紧张的舞台是就参加这个唱跳的啊，燃在燃烧吧少年，非常吓人。那个大灯一照的时候，我感觉我脑子一片空白，但还好都完成。从21年团体结束之后，我作为演员转得非常决绝，我就没有再上过舞台，因为我现在我还有舞台恐惧。你本来就一无所有，但是我还有我自己，我还有脸，脸不要脸。桃子呢？桃子有没有？你现在一回想起来米兰冬奥会的这个卫冕嘛，我就感觉我自己很从容。就是我心态是非常轻松的。进冬奥村之后呢，我就会在那儿就是一直开始遛弯、搜寻、洗衣服，该干嘛干嘛，对，就像上班一样。你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在你的伴侣眼里看来是一个非常吸引他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你这种松弛的比赛的感觉？我感觉我也对他有影响嘛，就是最重要的是，你看啊，一个运动员，如果你练到100%，但是你发挥60%到70%就已经很棒了。我们两个是每个人发挥了120%。哇，你们这个会不会因为你们是同行，然后同时你们又是伴侣，会有互相彼此激励的，不断更好的这个？肯定会吧。比完赛之后，我就把金牌放在他的脖子上了。他说：“哎，你拿着吧，不用给我。”我说：“你拿着。”我说：“有能耐你自己拿一块。”可以。你看，这只有同行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胜利的邀请。我是玩家，你也来哦，这个好棒哦！强对决，但也很甜，这种是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一对强的组合。我们马上来看接下来他们在小屋发生的故事。Hello， 早。衬衫好看哎。Hello 啊。Hello。你吃了吗？正在。有啥吃的吗？有我亲手点的外卖。亲手点的外卖。尝尝。你看我的脸都肿了，你看我这。你要消肿。肿了个小包，看到吗？哎，我这里我也有一个，这个应该就是有点上火了。感觉肿得越来越厉害了。过敏吧？过敏。我也有一点。哎，我有个东西，我拿给你。你要看过敏药吗？我有。是吃的吗？是用什么氯雷他定吗？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过敏。你痒吗？痒。那就是过敏。谁痒？我一直想到。给你找一个。尴尬。对方觉得，因为不知道你试试看。啊，我的这个是内外双修，外敷内服。你试试看，用手这样按压一下。再试一试。嗨。这个他定被我吃完了，但是呢，有几个好东西可以给你啊。这个可能是肝火太旺了，然后这可以祛风的，然后这个是稻梅 DAO， 这个可以抗组胺。听懵了，这2包试试呗。哦呦，专业。那我就2合1了。哎，不是，这个不是冲剂，就是丸，你直接到嘴里。这要全部倒进去？这么多啊？我噎死我这样。不会死人的。我验药是最难的。Hello。早 ，Hello。你需要什么？你可以问我们。掉的东西，我早上掉了一个牙套在这里。你应该没，我没看你拿出来，我没看你就是放在那儿。没放桌上，这个是不是？不会当垃圾扔了吧？当垃圾扔。你是啥那个，就是隐形的还是？什么扔了？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检索一下。啊，我去检索。检索一下。我去检索一下。啊，你说解锁这个数码哎呦，这个眼神吃醋了。史上第一个翻垃圾的人。我给你挡了。好，谢谢你，谢谢你。没事，你的手别把那个弄脏了。哇。好难，好苦哦。要找到了，你和他的这个感情值就是+1。怎么办？谁在这里喝这个东西？哎，到了西红柿环节的话，我觉得快了。我觉得到蓝莓应该快了。这一天天的，实在是太难了。不是，如果没有找到，以后就翻了一通，我真的很亏啊。黄真梅怎么办？我的牙套很难搞完，牙套也我也没事，我感觉明天要是回去，我就拿它新的好了，没关系。谢谢你，洗个手。用灵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溜溜。你要有一一个备用的就没事，可以回家拿，可以换新的。哦，那就行。你今天这个这身装扮，你别发太丑。哇，其实也不是很苦吧？嗯，他就要分很多。我已经分了5次了，这第6口了。其实他不能吃这个消泻丸，他这个一看气血就是不足的，再一泻很容易更不舒服。你是中医节目录多了。你开始咳了吗？我给你拿干草片，你含一下。哎呀，这是个吃药局呀，这是早餐。你吃了吗？我吃了。你现在去哪？对啊。哦，那我在这等你。我要喝，我喝不喝好？好难受啊，真的是。这是什么？哦，空的。空的，来装了吃的。你在翻垃圾找什么？找我的牙套。你前面早上下来过来？我头痛的睡不着。还痛啊？那怎么今天？没事，你看已经全装了，这肯定还是要出去的。你到门口再吹吹风。哇！去哪？干嘛？哎，什么意思？入饼哎，哦，他在等那个药吧？什么意思？哇！不是，I hate jump scare。啊，对，不是约好的，他就是故意等他的。你尝一下，你们看能不能含住？因为我那个包装，它那个有点破了。没有，我刚刚想了一下，好像就是你上来拿，我在底下等着也不好。然后我本来想说你应该很快就拿出来了。然后有人在这腹黑。还挺好的。谢谢你。我是第一次下会反应这样，我后面就没反应，有没有这可能性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刚才实验出真知了。你看下次还会不会被吓？不吓，有点尴尬。这咳到肺都要出来了，要不要关心他一下？来消息了，朋友们。所有女生前往客厅抽取邀约卡盲盒，随机获得邀约次数机会。写下对方的名字，并依次敲地房门递卡。拜拜。这次是女生主动邀约，女生选择约会对象，最精彩的可以看一下。哇，
整活，又开始整活。哎，怎么回来了？你们下去，我们上来。你们下去，然后我们在房间。哦，好的。哎，但是是5个女生4个男生，就是会有男生被多约，也有可能有人会落空。完蛋。今天也是第一次正式的单独邀约，就有点忧虑，没有觉得谁会就是非常明确的回来邀请我。今天的约会肯定是期待我比较心仪的女生过来向我主动发起邀约的。下午是一个女生约男生出去的一个约会，因为当下我觉得其他女生对我应该也没有想了解的欲望，可能我觉得丹琪应该是对我还有一些想接触的一些想法。男生要去接受女生的邀约，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走 ，Let's go， 宝贝，我们来进行同样的操作。来吧，你们先抽吧，我有新人福利，你们先选吧。你们先，我都有福利了，你们快，你们先选。你先选，先选新人礼包。谢谢，你们咋这么好呀？拿着我的小礼包。我不知道里面是1张还是2张，选择卡片的时候还是挺纠结的。OK， 你选，那我就靠近一点的，来一个这个。Hello， 来吧。那我就抽这个。轩轩呢？好久就没看到。在忙会儿工作。哦，他有工作要处理，是不是？我这几天我就把我手机就直接扔了，我太好了，我不用再工作了。对，是一个很好的放假的机会。是吧？但是其实他这几天是工作比较忙的。我感觉这个阶段可能广告行业是，这几天吧。就剩这个了。你要挑一下吗？不用了，你随便，你给我哪个是这个。哦，我可以约2个人啊。刚刚来到小屋，有2个机会去邀约的话，是让我能够尽快的对我感兴趣的人加深了解。今天的约会拿到了2张约会卡，我跟他从第一次初见面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就是共同的交集，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有一次单独相处的机会，有点忐忑跟小紧张的那种感觉。他要对幼龄，他应该不会再选幼龄了，我觉得。我觉得他还会选。我对卓然一直都是有好感的，我们在思维上的一些碰撞，或者是说对一些事情的共识，这些点都会让我觉得很惺惺相惜。还得是跟他约会吧，那不然要跟谁？当下的心情，我觉得挺紧张的吧。我觉得丹琪不一定就会选我。还有几张？好奇。
就是柳柳一直没有来邀请嘛，然后就想怎么还没来，所以就比较担忧。走了。去哪了？我对于我们的下次见面是比较期待的，我是期待收到柳柳邀约的。柳柳肯定会给一张给 BK 啊。来了来了来了，想来邀约一下你，要不要出去玩？打羽毛球吗？再见，拜拜。是谁？你到底是谁？这种混剪，你们很坏耶！这是谁啊？佩轩。哎呀，打网球。我觉得他会很直接的，还是熊文涛，因为他们俩都会打球嘛。运动型的。是吧？帅哥。Hello。哎。啊。幽灵。爱神呐！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爱神？你穿得很专业。你也一样。我是假专业。穿得挺帅的。其实我今天在上午规则出现之前，我就已经发出了邀约。你找先打个网球是吧？那肯定要打的。打呗。明天、今天都可以。他俩因为共同爱好。当然，我肯定对他有兴趣，也想了解的。肢体接触小游戏真的功不可没，这真的弄出了好多可能性。如果要把我对男生感兴趣的这个程度排一个序的话，我可能现在第一位是周幼玲，然后再一个也确实这几天没有和他单独相处过，唯一一位接触最多的就是熊文涛，所以我想说可以和他单独的借打球的名义，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他。进。你在干嘛 ？Hello， 怎么了？下午去打球。好的。但我觉得也不错，也蛮好，换一个口味。你要热身吗？还是需要吗？我不知道我这个水平是需不需要热身。你别现在这么谦虚，然后等一下子帮我。我老老实实打了10节课。可以的，可以。先打着玩一下。哇，好久没打了。试一下，先小场。可以的呀。大场啦，大场。大场小拉拉。看我能不能拉10个。打10个。1、2。这打得很好啊！对的，幽灵打得好，还会切削，你还说你不会？10节课会切削啊？自己悟的。好球！你这谁接得到？幼玲真的是很认真在打球哎。这专业放小球，因为打羽毛球打多了，打羽毛球全是小球。他说他只上过10节课，其实算打得不错了，挺有天赋的。因为而且他以前有过羽毛球的基础，他是羽毛球转网球，所以上手会相对快一些。进内。凹了。结束了。行，打得好，打得好。哎，怎么样？还可以吧？还可以，还可以，打得挺好的。
如果真的只有10节课的话，那已经很厉害。把当排球打。送你一个这个，哇，也是大师，就是上海大师赛买的那个。你去看了那吗？我去看了，我也去看了。看了。哇，我也去看了今年。一个个小挂件，好看的，谢谢你。哇，那幽灵真的好细心呀。是吗？那我们往那边喝点东西。走。OK。哎呦。所以你喜欢哪个球星？我刚学，其实我觉得你完全看不出来你是才10节课，我10节课的时候没你打。我第2节课就可以跟教练轻轻的对拉。厉害。找球找的比较快。所以你是对球类运动都比较擅长。尴尬了。现在出汗了，停下来出汗了。尴尬，我看了有点尴尬。怎么说？你是一直这样不擅长找话聊，还是怎么？是，还是因为对我你没话聊？如果你要往回看，我就。他跟那个柳柳第一次聊的时候挺多话的，可多发问啊！这个完全就是回答，就是没兴趣。人多好一点。人多好一点。那你单独聊没有办法吗？不是没办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比较不好意思。你是被动的那种人吗？你是不会主动的去找人玩？对。真的假的？但为什么有时候我找你，你回避我呢？比如说昨天我约你去逛超市，你犹犹豫豫，你忘了？不是。你等会儿去干嘛？你等会儿要去超市，你去吗？超市。3点前决定吧。我蹲在那儿玩狗。不是。我跟弟弟。不是回避，因为昨天已经约好了。难怪是这样。你跟谁约好了？柳柳。他约的你。我约的他。这个还挺明显的。这太明显了，没兴趣。你看，你又不是被动的一个人。就是对，反正是我约的他，就是我去喝咖啡嘛，就在隔壁。所以，你又跟我说你不是会主动的一个人，但是你又主动约了柳柳，这代表着什么呢？就也就是相对熟一点。我非要从你嘴巴里撬点什么出来。我跟他聊了几句，就觉得他应该对我是没有想了解的，但我发现他扭扭捏捏的很搞笑，所以就想逗逗他，开启我的追问模式。幽灵叹了口气，那你第1天约会是什么样子的？都挺好的。那所以是柳柳在主动找话题跟你聊吗？这不好说。可是我们昨天出去玩，你一直在跟丹琪一起玩啊。完了！那因为分了2组。但我有找你说话呀。我也说了呀。我有找你玩啊。我玩了呀。但你没有找我玩啊。那我也4个人一起在玩。那没有跟我互动啊。怎么说呢？我是喜欢热闹的。那谈恋爱也要热闹吗？这样说去喝水。你好好回答一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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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吐回去了。你在干什么？没有吐。我以为你要把水吐回去。把头闷在水杯里。现在会让你脚趾抠地吗？我问这个问题会让你很尴尬吗？很难回答吗？需要运转一下。那你运转一下吧，我等着你。我听说你今天很忙。哇塞！听谁说的？我就住在你隔壁，然后我就扒在门缝听了，听到你很忙。怎么忙？会有很多人噔噔噔咚找你啊。听到几声？我是第1个吗？让我想想。第1个，
哇，多到已经记不清楚顺序是谁了，太精彩了。那你不是第一个，真的？谁？有谁？去哪？干嘛？来了。哎呀，是谁呢 Hello，今天还有空吗？陈建营。哦，他的第二个有兴趣的。去干嘛？去晒太阳。去晒太阳 ，OK。喜欢晒太阳吗？可以啊。OK。好的，拜拜，下次见一会儿见。拜。跟他的接触其实不多，但是他好像跟我在他的视频短片里看到我对他的想象。哎呀，进。你在干嘛？哦，又约一次。Hello。Hello。哦。塔。想来邀约一下好，去干嘛？一会儿见。好，行，拜拜。不是，轩真的趴在眉上听啊。因为幼玲是从第一次初见面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就是共同的交集，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有一次单独相处的机会。还有第四个。Hello。哦，666，哇塞。能跟我出去走一走吗？当然可以。拜拜。唯一的就是没有单骑没有给他，是吧？结果单骑不会也来了吧？不会吧？不会。单骑要么就是文涛，要么就是说的。开心肯定是开心的，就是开心完以后就有点忧虑，就觉得压力很大，每一场约会都要很重视嘛，然后就是后面2场3场就是可能精力就不够了。Hello， 打羽毛球吗？等会儿，丹琪把唯一一张给了，对，唯一。那卓然怎么办 ？Hello， 打羽毛球吗？好的。我觉得幼玲她是一个让我有点好奇的一个人，我觉得她很幽默，很有趣，然后应该能跟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是比较轻松欢快的。他一天够用吗？这个男的？全部女生邀约。我路过这里这么多季，没有一个男生收了所有女生的邀约卡。我是卓然会很难过哎，书都看不下去了。有没有找到一个男生可以被5个女生同时选择？周幼玲她真的就是女生喜欢的型。那如果她在这个排行榜里面，你觉得制胜的第3名？我不配参选。原是我不配，我连候选人都不配当。
我录过半熟这么多季以来，没有看过一个男生收到了所有女嘉宾的这么夯的男人，历史的突破，历史的突破，绝对是一个历史的突破。我今天还来见证了，就这么2期我还见证了。这个选择很多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就代表着他们的感情线应该也会有出现很多出乎我们意料的可能。我觉得我受到震撼的点啊，就是丹琪。对，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他们这一对关系当中的第一个小小的考验，第一个坎。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丹琪还是想借由这一次机会，怎么样的调整一下自己的配速也好，或者给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给予他个人上一些调整。你们能不能复刻一下刚刚佩轩和幼玲的那个部分？因为刚刚那一部分我们确实都有很激烈的感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佩轩当老板，他好会那些谈判技巧，它里边又包含了很多那种博弈的那种心理技巧，快速的回答。来，桃子。你选一个想跟他有这样高峰这样过招的人，我选志胜老师。行，桃子用你的风格，志胜用你的方式来看怎么回应一下。昨天你为什么说3点才能给我答案啊？因为我昨天其实跟柳柳约好，但是呢，你突然问我，我觉得又非常的善意，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回馈你这个善意。我想着能不能有机会缓冲一下，我能把这2个事情同时接受。那我就是备胎呗。你不是备胎，我怎么不是备胎呢？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来说，我接受你们都对我发出善意，我都非常的感谢。然后在我们俩都发出善意的时候，你先选择柳柳，在柳柳就是这个只是看他有没有邀约你，还是邀约 BK。这个如果他邀约 BK 了之后了，你才能想到我。这个只是时间顺序上的一个意愿而已。哦，那就是今天我是第一个邀约了，所以跟我来打球了吗？啊！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咱们打球这个活动，首先也是我自己学了10节课之后特别感兴趣的，然后正好你刚好也有这个兴趣，咱们有共同的兴趣打打球多开心啊。我也感觉你特别感兴趣，因为刚才你看了，你根本都没有留手，让我一直在捡球。但我下次可以教你打网球啊。我约完柳柳之后吗？才能考虑到我。会问呢，你好懂得问哦。他就是这样问的。哇就是你如此的把我往柳柳那边推吗？你好会，你好坏哦！不要再问了，我以后戒网球了。我以后网球这个运动我戒了。我天呀！一个会问，一个会答，我觉得比电视剧好看。那个一个想追，一个想逃，这个一个想逗哏，一个想捧哏。对，没有人有那个意思，所以就好像你们来带一个有意思的，我要有意思的那种。那这样就是你想逃，你就追。好，我追。哎，夏之光，你觉得上次董璇姐跟我，你会比较喜欢跟谁搭档啊？也不一定哦，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如果就是论工作的话，我觉得都还好啊。但我看你一开始进来，你是先跟他打招呼的呀。因为他看起来好打招呼一点。那我看起来不好打招呼吗？不是，我觉得你会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那你喜欢主动的人吗？哎呦，相较来说的话，会是。那我们再多相处一下，你就知道了呗。我觉得你先跟你老公解决了，假装你没老公了。你就问得很犀利的感觉。什么是很犀利的感觉？你问他，你是感觉我老吗？你是感觉我年龄大吗？你是感觉我年龄大吗？姐姐，这个是有私人，太犀利了。我觉得是这两女生在决斗。热搜已经有了，徐梦桃问谢依霖，你觉得你老？传太医够了，这一趴有这个够了。谢依霖，你不觉得你老吗？你就问他，你觉得我老吗？太好，我给你按一下。我来回答。依霖，我从来不觉得你老，我也不觉得你年纪大。还是你在意我有小孩？我只是在乎你有老公。依霖，我给你机会一雪前耻，把刚刚那个老不老的反过来。夏之光，你现在追他。等一下，我还没有信念感。来追。不好意思。
休也是一种追法呀。最近还好吗？挺好的啊，就录节目休息。看你前2天有在健身啊，然后我也健身。那你平时会做有氧吗？还只是做无氧？看教练。那你中学的时候是不是跑得很慢？对。那我可以追到你吗？哎呦，你有光光追人了？那我可以追到你吗？可以。哎呦，绷不住！哇，好棒啊！前面没想到，对，前面背你就是很爽，对不对？就拒绝那种感觉，最后还是不得不控制不住被拿捏，在这儿等着呢，做了个大局。下一期会不会有精彩的故事？会不会有反转呢？让我们下期见。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盛泰泡蛋洗护冠名播出。下期见啦，朋友们！下期见。哎呀，这是我们的人气王，前无古人呐，创造历史。Hello。我其实是一直在等柳，但有时间不太够。开始赶时间了。拜拜。所以现在小屋里面一定要准备。不告诉，希望下一个是柳。我就期待看他跟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肯定会有反差，我感觉。他把我第2个 date 给他给 cake 了啊！有一个类似于金人专属截胡特权。天哪，这还带截胡的呢？太残忍了吧！师傅，麻烦开，快点。快点！啊！谁？哇，酷！这有点帅呀。快呀！赶紧的！这是今天新的男嘉宾，我觉得没有危险。我的妈呀！大招开始！霸总已经完全进入到了进攻模式了。男生专属秘密任务：随机抽取盲盒任务卡，完成任务对他邀约成功。我这是开玩笑的。你跳得很好，你刚才没有出错。3。是你做的啊？好香啊！绝了！入小屋婚姻堂最适合3件事。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精彩。他喷的是什么香水？我对香水不了解，但是所以你看了谁？太坏了，一帮人。我是游戏黑洞。我也是。我有小孩。也有小孩。哦，不只是火花，这烟雾泡泡已经溢满屏幕了。好球啊！不要这样搞吧！我是不是要开鼻子？上微博进入半熟恋人话题页，与半熟观察团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获取半熟小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5观后感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咨询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SVIP 每周1、周2中午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抢先看1周。每周3、12点 SVIP 提前看超前彩蛋，周4加更，周5陪看，周6、周日精彩花絮轮番放送，高能不断，课堂不停。